我叫苏博，应届毕业生。自从上班回宿舍途中捡到一个奇怪的钥匙，我的生活也奇怪了起来。如果有人告诉我，捡到一把钥匙会被一群女妖缠上，我一定觉得他疯了。就在我 emo 到极点的时候，老天爷好像嫌我不够惨，直接给我劈了道雷。谁能想到这道雷劈下来，顺带还给我送了个大礼包，一把看着就不普通的钥匙。回到我那个巴掌大的出租屋，我累得连多看那把钥匙一眼的力气都没有，随手一扔，根本没当回事。那时候的我满脑子只有一件事，赶紧歇会儿，谁来都别烦我。就在我快要昏睡过去的时候，一道光直接照进了我灰暗的生活，是我一直惦记的女生小一。我心情不好，想找个人陪陪。耶！不是吧？屋里一黑，我整个人都麻了。出租屋安静的可怕，我甚至听见了自己心跳的声音。然后我身后传来了一个陌生的声音，那一刻我头皮直接发麻。这屋里明明只有我一个人。终于找到您了。那对猫耳，我第一反应只能是谁家 coser 私闯民宅啊？不是 cos， 我是妖。他一脸认真的样子，让我开始有点慌了。加班加出幻觉了，不行，我必须坚持住，一定是幻觉，睡一觉就好了。比起那个软萌小猫妖，这个女人简直气场全开，又美又危险。妖王大人初次见面。妖王大人，一个刚毕业的穷打工人，我当时脑子直接宕机，完全接不上话。被他这么一贴，我整个人都僵住了，脸红的跟煮熟的虾一样，脑子一片空白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他选择了您，大人现在是新的妖王。合着那把破钥匙不是捡来的垃圾，是妖界的传承信物，还直接把我推成了妖王。糟糕，被发现了呢。刚被官宣成妖王，我还没缓过神，喜欢的女生就找上门了，一边是未知的妖物，一边是我的心动女孩，换谁不慌？因为正常人家里不会突然冒出2个猫娘。大人，您在害怕什么？合着就我一个人紧张的冒汗，这只妖倒是悠闲的很，纯属看热闹不嫌事头。没办法，再慌也不能把她拒之门外。看着她红红的眼眶，我瞬间把家里的怪事抛到了脑后，只剩下满心的心疼。我当时心都悬到了嗓子眼，生怕她一眼看到沙发上的猫妖，当场把我当成奇怪的变态。我直接看懵了，那个活生生的小猫妖居然变成了一只普通的小猫。你还养猫啦？我瞬间反应过来，应该是妖术，普通人根本看不到妖的真身。这下我总算彻底放心了。你想有新女朋友了？原来他今晚这么难过，是因为喜欢的人有了新欢。看着他落寞的样子，我真的特别心疼。明天陪我去个聚会吧，假装我男朋友。假装男朋友，这可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。那一刻，我所有的烦恼全都烟消云散了。男朋友，只不过我开心归开心，身后的猫狸好像彻底不乐意了，满满的醋意都快溢出来了。送走小一之后，我愣在原地，半天没反应过来这件事是真的。他居然主动找我，他居然让我当他男朋友，假扮的也是男朋友。不管是假扮还是真的，能当他一天男朋友，对我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惊喜了。我直接原地狂喜，可我还没开心2秒，猫狸突然闪现到我面前，气氛瞬间变得不对劲起来。他的触碰又轻又痒，让人浑身紧绷。我根本猜不透他到底想干什么。就在这时，我身上突然冒出了奇怪的纹路，原来那把妖界钥匙不只是个身份凭证，还在慢慢激活我的妖王力量。这是什么？好好的普通人身上突然长出妖纹，换谁都会慌。我彻底懵了。看来大人比我还有实力。听他这话的意思，我的体质的妖王身份好像比普通的妖王还要特殊，这背后肯定藏着更大的秘密。折腾了一整晚，我累得沉沉睡去，以为一切暂时归于平静，却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。滚睡之后，那把钥匙竟然自行启动，妖力源源不断的外泄，钥匙死撕开了空间裂缝，裂缝的尽头竟然有一双诡异的红眼，死死盯着熟睡的我。一边是即将到来的假扮约会，一边是悄然觉醒的妖力，还有暗中窥视我的神秘存在。我的混乱生活才刚开始，这场人与妖、心动与危机的闹剧，接下来只会越来越精彩。为了帮小一撑场面，我硬着头皮穿上了借来的西装，踏进了这种我从来都容不当圈子。从进门的那一刻起，所有打量的目光都带着满满的气息。小一，你找个这种货色气。小一的前男友一想，从一开始就没把我放在眼里，句句嘲讽，摆明了就是当众羞辱。我知道自己这身打扮格格不入，也知道所有人都在看笑话，只能死死攥紧手，硬着头皮撑住场面，不想让小一更难看。一句调侃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，全场的哄笑刺耳又难堪，我只能强行挤出笑容，假装自己一点都不在意。他故意炫耀自己的新恋情，刻意贬低我，就是想彻底击碎小一最后的体面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我还喜欢你。我彻底愣住了，原来我所有的逞强，所有的配合，在他心里根本一文不值。他终究还是放不下前任。全场的喧闹都像隔着面后，我听着格外刺耳，心里却空落落的笑话。在那样刻尴尬、委屈、失落，全都堵在了心里。就在我最狼狈、最难安的时候，一道打破所有僵局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酒吧门口。不用想也知道是猫狸来了。他自带压迫感的气场瞬间镇住了全场，所有的喧嚣嘲讽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所有人都在痴痴地看着他，而他的眼里自始至终只有我一个人，径直走向狼狈不堪的我。主人，怎么不等我？这一声主人只
直接惊呆了在场所有人。谁也想不到，刚刚被嘲讽的我，竟然能被这么惊艳的女人主动贴身维护。看似亲昵的动作，实则是在替我撑腰。她温柔的外表下藏着护短的锋利，冷冷盯着每一个嘲讽我的人。谁欺负你了？她不问多余的话，只问谁欺负了我。这一刻我才明白，原来我也有了专属的守护神。被当众打脸、丢尽颜面的易翔彻底恼羞成怒，直接翻脸，打算动手教训我。十几号人瞬间围堵过来，场面彻底失控。看似是绝境，可我看着身边的猫狸，竟然一点都不害怕。面对一群气势汹汹的混混，猫狸不仅丝毫不慌，甚至还觉得有趣。他的这句话也预示着接下来即将发生一场颠覆常人认知的画面。敢欺负新任妖王，这群普通人即将为自己的嚣张付出代价。我的猫鸟守护神真正的实力才刚刚准备展露。酒吧里的这群混混彻底被激怒，一窝蜂围了上来。说实话，面对着阵仗，我一个普通毕业生本能的就想后退躲闪，可下一秒，猫狸直接挡在我身前，瞳孔彻底妖化。这一刻的他没有半点温柔，浑身都是守护我的冰冷气场。敢碰妖王，你们胆子很大。我本以为一场恶战在所难免，没想到又一道神秘身影突然杀出，速度快得根本看不清动作。酒吧禁止闹事。救下我们的是酒吧保安，而我无意间看到的狗耳也说明，他和猫狸一样，根本不是普通人，也是妖。这臭保安知道我是谁吗？嚣张惯了的易翔哪里受过这种气，当场暴怒呵斥。可在真正的强者面前，他的蛮横根本不值一提。大人，请先离开。最让我懵的是，这个实力超强的妖类保安竟然对我俯首行礼，一口一个大人，直接给我整不会。我带着一肚子的疑问回到出租屋，今晚发生的怪事一桩接一桩，压得我脑子都快炸了，彻底绷不住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那个保安也叫我大人？为什么那些混看不到保安的耳？为什么？所有奇怪的事都在我捡到那把破钥匙之后发生的。我攒了满肚子的疑问，连环发问，只想让他给我一个标准答案，把所有离谱的事情解释清楚。妖王能吸收女妖的妖力，但前提是必须产生共鸣。面对我的抓狂质问，猫狸终于开始认真给我解释妖王的秘密，而核心关键就是我完全听不懂什么叫共鸣。我还没弄懂意思，他就一步步靠近我，掌心贴上我的心口。这一刻我才明白，所谓共鸣，好像和我的心跳、情绪息息相关。被他贴近的瞬间，我心跳彻底失控。与此同时，我身上的妖纹再次怀醒，而且比上一次更加耀眼、更加霸道。看着不断发光蔓延的妖纹，猫狸也彻底确认我的妖力共鸣真的彻底被触发了。我完全没来得及反应，一股极强的力量直接从我体内炸开，瞬间席卷了整个出租屋，破坏力超乎我的想象。怎么会？这股力量太强了，连见多识广的猫狸都彻底震惊，完全没想到我的妖力觉醒会这么猛烈。那一刻的我好像彻底被妖力支配，双眼泛红，浑身散发着陌生又强大的压迫感，完全不像平时的我。连新来的狗天都被我的妖王威压逼得后退，弱小的小扑直接被吓到发抖，只有猫狸执意守在我身边。我根本不敢相信，刚才那股恐怖的力量竟然出自我的身体。大人比我想的还要特殊。体质，我的妖力天赋远比普通妖王更加特殊，更加罕见。属下我小天。狗天正式认出，两个妖类都围着他，而我这个新晋妖王到现在还没彻底接受自己的新身份。妖力觉醒的风波刚过，还没等我缓过神，门外突然传来剧烈的砸门声，新的麻烦又来了。苏的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没想到是易翔不死心，直接追到我家里来闹事。不过现在的我身边可是有2大妖类护法，根本不用再怕他。眼前的凡人纠纷还没解决，可我不知道的是，上集那道诡异的妖界裂缝，一边上找不动的凡人恩怨，一边是悄然逼近的妖界危机，我的双重麻烦才刚刚拉开序幕。我以为上次酒吧的冲突已经落幕，没想到易翔心胸狭窄，带着人直接找上门，打算彻底跟我撕破脸。看着来势汹汹的一群人，我却在人群最后看到了那个我曾经满心守护的身影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。今天老子仗着人废了你！多势众，易翔变得愈发嚣张，满心都是报复的戾气，笃定能把我肆意拿捏。换做以前，我早就慌了手脚，但经历过妖力觉醒，见过了另一种世界，我早已不是那个卑微怯懦、看人脸色的普通人了。小一，是你带他们来的？只想亲口确认，那个我默默付出了很久这件事和承诺，愿终究所指之大这和他，所有的偏爱和退让，好像都瞬间释怀了。我的漠然和无视彻底激怒了恼羞成怒的易翔，他不顾一切朝我挥拳袭来，但此刻的我早已今非昔比，沉睡在我体内的妖王之力彻底苏醒，无需动手，仅凭妖气威压就足以碾压一切。极致的妖王威压席卷了整个房间，这群嚣张跋扈的混混瞬间被彻底压制，连抬头的资格都没有。曾经高高在上肆意嘲讽我的易翔，此刻被恐惧彻底包裹，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，所有的嚣张都荡然无存。我一步步走向他，看着这个曾经把我踩在脚下的人，如今卑微跪地，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，只剩无尽的淡然。从前的我自卑渺小，任人欺凌，但自从我接过妖王传承，我的人生早已和这些凡人彻底分层。我刻意护住了他，可他看着眼前彻底蜕变的我，终于开始后悔。他想起了我所有的温柔和偏爱，想起了那个永远包容他的我。可惜人心总是后知后觉，拥有时不懂珍惜，失去后才知悔莫及。而我早已不想再回头。看着彻底觉醒、气场全开的我，猫狸的眼里满是欣赏和笃定。这就是他等待已久的新任妖王。酒吧的贴身维护是演戏，而这一次他的守护、他的偏爱，全部都是真心，也是在替我官宣，我早已不是孤身一人。就在我尘埃落定、彻底蜕变的这一刻，那把妖界钥匙再次移动，引来了更大的变故。这一次不再是微弱的窥视裂缝，而是真正打通两界的通道。属于妖界的大门终于为我彻底开启。妖界万千子民尽系列队跪拜。这一刻我才真正明白，妖王这2个字从来不是一个身份，而是整个妖界的信仰与归属。妖王，原来我早已不再是那个落魄平凡的打工人，而是真正执掌妖界的新王。
褪去平凡，执掌万妖。从此世间再无卑微打工人苏伯，唯有新任妖王君临天下。昨晚妖界大门大开，万妖朝拜的画面至今刻在我脑子里。那股席卷全屋的磅礴妖气，也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妖王身份背后藏着的一头雾水。等到您了，我却隐隐有种预感，属于我的妖族羁绊从此刻就彻底绑定，再也挣脱不开了。一夜蜕变，我还没适应自己的新身份，楼下的景象就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。破旧的老小区配上一排顶级豪车，反差张的离谱。一口一个妖王大人，隆重的让我浑身不可。猫狸一个瞬间点醒我，这不是排场，是另一大妖族势力正式找上门了。带着满心疑惑，我走进星湖大厦，这里面的景象只有妖才能看见。原来这就是虎宗，光是几个细碎的动作就尽显从容和掌控感，和猫狸慵懒温柔的气质截然不同。他身上带着一种生人勿近的强势，直到他转头露出双金色兽瞳，我才彻底确定他和猫狸狗天一样，都是蛰伏在人间的妖族，而且实力绝对不容猜忌。他仿佛等候我许久，眼神笃定，语气熟熟。可我明明是第一次见他，心里满是疑惑和不解。突如其来的近身动作带着极强的侵略感，我瞬间浑身僵硬，而猫狸的本能护主也直接拉开了两大女妖对峙的序幕。猫味很重，他碰过你很多次。仅批析精准分准出猫狸的存在，只看穿我们生主模式，虎族的感知力远比我想象的更可怕。一句话直接点燃了猫狸的醋意和戒备心，火药味瞬间拉满。我夹在两大妖族大佬中间，彻底手足无措。一猫一虎，针锋相对，无形的气场互相碾压，整个办公室的空气都变得凝滞起来，让人连呼吸都小心翼翼。我拼命想劝架，却根本插不上话。胡萧更是大胆突破防线，温柔的动作里满是试探和挑衅。触碰到我锁骨的瞬间，我的心跳彻底乱了节奏。就在指尖触碰的刹那，我的妖王妖纹骤然觉醒，光芒更胜从前。而这一幕也彻底打破了胡萧所有的从容淡定。他终于彻底确认了我的特殊体质，眼神里满是郑重。猫狸也立刻将我护在身后，强势宣示主权，杜绝虎族的一切靠。猫狸的严防死守，在胡萧眼里反倒成了一场有趣的博弈。他丝毫没有退让，反而主动逼近，对峙再度升级。这句话像一盆妖王气息，也像一个警告。我终于彻底明白，我的妖王体质注定会让我成为各大妖族争抢的目标，往后的纷争只会越来越。胡总，老家出事了！僵持对峙的关键时刻，突发变故，老家出事。难道妖族也有老家？想有救你父亲吗？所有戏谑瞬间消散。他抛出的这句话，直接击中了我最在意的软肋。原来所谓的老家是我的老家，虎族居然知道我父母的消息。虎族危机，父亲下落，妖族纷争，无数谜团交织在一起，让我别无选择。新的势力登场，新的危机降了，找回父亲。这场未知的虎族秘境之行，我必须奔赴。胡萧抛出我父亲的线索后，一刻没有耽搁，直接带着我启程返乡。第一次坐直升机的我，全程紧张到浑身僵硬，半点潇洒不起来。你不然呢？和紧张度速度完全相反。胡萧全程从容淡定，我这才真切感受到妖族大佬的出行排面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想象的。直升机直接落在老家村口，瞬间轰动了整个村。在这群普托什的乡里乡亲眼里，这绝对是破天荒的大场面。苏伯出息了啊！大伯一如既往的阴阳怪气，还没等我想好怎么应付，胡萧这一声老公，直接把全村人都镇住了。别把我当成整懵了，他这突如其来的护短，属实让我猝不及防。来不及纠结村里的闹剧，我匆匆赶到医院，看着病床上虚弱昏迷的父亲，我的心瞬间纠结，满心都是无力和忐忑。最多撑3天。医生的这句话成了压在我心头的最后根稻草，我崩溃却不敢试探，只能死死攥紧拳头。而猫狸也格外安静，只是默默陪着我，懂我所有的隐忍和难过。巨大的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，我独自来到天台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，我却只能被动等待。妖界有一种灵药能救你父亲。无处则忘小胡萧的出现，给濒临崩溃的一束光，也是我最后的希望。只要能救父亲，哪怕只有一丝希望，对我来说都是救命的曙光。我那一刻的迫切，大概藏都藏不住。但那里很危险，我去的绝境也好，留住我父亲。前方是未知的凶险，我都义无反顾，绝不退缩。或许是我眼里的坚定打动了他。胡萧看着我的眼神，少了试探和博弈，多了几分蓝盾清冷。他总说我和上一任妖王相似，可我始终好奇，从前的妖王到底经历过啥？而暗处默默守候的猫狸，也始终在安静的陪着我，不争不抢。为了寻找灵药，我跟着胡萧来到后山密林，这里死寂的诡异，没有半点生机，压抑的氛围让人浑身紧绷。密林深处，一道神秘结界凭空显现，而结界中央竟封印着一位被藤蔓层层缠绕的绿衣少女，诡异又神秘。沉寂多年的封印开始松动，藤蔓褪去，这位神秘的绿衣少女终于缓缓苏醒，那双纯白的瞳孔看得我心头一震。她睁眼的瞬间，万物静止，目光直直锁定我，连一向从容强势的胡萧都露出了极致的恐惧。这个被封印的少女，远比我想象的更恐怖、更神秘。救命的灵药，未知的封印少女，胡萧的恐惧忌惮，所有谜团交织在一起，彻底打乱了我所有的节奏。沉寂已久的封印开始松动，层层禁锢的黑藤缓缓褪去，那个被封印了无尽岁月的白衣少女，终于要现世的情愫，温柔又悲凉。明明是第一次相见，我却莫名生出一种跨越岁月的熟悉感。我满心疑惑，全然不懂他眼底的思念从何而来。身旁两人严阵以待，可我看着他脆弱又温柔的模样，心底升不起半分激。妖王大人，您回来晚了。你手是有约定，等了我整整300年。这句话瞬间击溃了我所有的平静。300年的执念，让整个洞窟的空气彻底凝固。猫狸和胡萧的极致阵也让我明白，这段尘封的过往藏着惊天秘辛。可宿命从不给人多问的机会。他耗尽残存灵力破开封，身上的妖纹飞速碎裂，生机正在快速流失。哪怕濒临消散，他眼底依旧没有半分怨恨，只剩温柔的执念，只是想在最后好好再见我一次。我别无犹豫，这跨越300年的拥抱，轻的易碎，却重的压人心扉，也成了他最后的期许。最后的时刻，他将毕生妖力与尘封的记忆尽数我，红绿妖纹交织共生，也串联起我遗失的所有过往。无数尘封的画面涌入脑海，我终于窥见了真相。前世的我征战四方，跌了我一世，等了我300年，独自扛下了所有离别与孤寂。300年的守候，千言万语，最终只化作这一句临终告诫。短短5个字，藏着他穷一尽岁月看透的真，彻底消散在天地之间，只留给我满是微光和一句刻骨铭心的叮嘱：人去楼空，微光残留。他的温度，他的气息，他的执念，
都留在了我身上，刻进了我的骨血里，再也无法抹去。不知不觉，早已湿了眼眶，仍在继续。从洞窟离开后，我们连夜返程赶回医院。圣女留给我的红绿腰纹还在隐隐发烫，我却没料到一场致命的偷袭早已在路上等候。毫无预兆的爆炸火穿整条山路，生死一瞬，是猫狸本能的护持替我挡下了最致命的冲击。浓烟漫天，烈火熊熊，猫狸和胡萧瞬间进入状态，浑身紧绷，替我拦下所有未知的凶险，气场凌厉至极。浓烟深处，两大妖族邪魔幻不作为，心不及人神遮不住一起，就是为了擒杀我这个新任妖王。无需多余废话，战局瞬间开启。猫狸率先出击，招招凌厉，可对方的毒液腐蚀性极强，凶险万分。胡萧顺势强攻，两人并肩作战，死死拖住两大妖物。他们拼尽全力为我挡下危机，只为让我安心守护身边的山路。激战正酣，我放心不下父亲，匆匆赶回病房。我知他猛华窝挠过3天，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敌人的算计远比我想象的更狠。猝不及防的突袭，父亲瞧不着吐血胸膛，心底只剩下刺骨的冰冷和滔天的怒。那一刻，所有的隐忍、克制、温柔尽数崩塌。圣女传承了绿光，搭配我与生俱来的妖王红纹，两股力量彻底觉醒，爬满我的周身。这是我成为妖王以来第一次从心底滋生彻骨的杀意。他还在肆意嘲讽、嚣张跋扈，以为我依旧是那个软弱普通的凡人，却不知他已经彻底触碰到了我的底线。这是妖之力彻底解放，我觉醒了瞬移之能。看着他慌乱挣扎的模样，我心底没有半分波澜，只剩冰冷的漠然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杀意从不是歇斯底里的暴怒，而是极致的冷静，是视众生蝼蚁的漠然。狂暴的鼠妖气轰然的本能，侧一击之力连破2墙。远处的蛤蟆精亲眼目睹这一幕，彻底被震慑，满心只受极致的恐惧。我一步步换步走近，每一步都踩碎了他瑟瑟逃窜，再也没有半分刚才的凶狠吧。此刻的他，可猫狸却拦住了狗天。他看着彻底蜕变的我，眼底满是复杂。或许就是第一看见这帮妖物，知道我的亲人谁都碰不得。我全然没有察觉，走廊的黑暗深处还有一双眼睛，全程窥视着我的一切。这个神秘的拂面女人早已蛰伏在此，等候我的暗处寻我多年。效益神秘强者现身，我的妖王之路谜团越来越多，凶险也越来越近。经历了医院的厮杀与第一次杀意觉醒，我身心俱疲，只想回到出租屋安稳休整。却不知一场致命的突袭早已在黑暗中静静等候。灯火骤熄，死寂笼罩楼道，清脆的高跟鞋声步步逼近，不慌不忙，却带着极强的压迫感，让我瞬间浑身紧绷，心底的警惕瞬间拉满。我猛然回头探查，楼道空无一人。那一刻我甚至恍惚，我已早已隐不声，在只是血在煎熬。刀锋锁喉，温热的气息伴着刺骨的寒意贴在耳畔，我彻底被禁锢，动弹不得。他掌控着全局，动作从容又强势，轻易夺断了我所有退路。这一刻的我完全沦为了人拿捏的猎物。灯光之下，我看清了藏身份，唇角诡异的弧度让我越发捉摸不透。下一秒，空间骤然转换，熟悉的瞬移之力和我觉醒的妖王能力如出一辙。他的实力远比我想象的更加强大。为什么你还活着？让我满心茫然。我不懂他为何执着于我的生死，我从未见过他，更不曾与他结怨。面对他浓烈的恨意，我满心疑惑，只能直白发问，试图解开这突如其来的纠葛。够了！就在僵持之际，一道沉稳的声音骤然打断了一切，空气涟漪涌动，又一位神秘强者悄然现世，局势瞬间被扭转。雾起任妖王，我从事300年的上一任妖王，竟然就在此刻在我眼前现世。身为前任妖王，他没有半分威严架子，慵懒随性，淡然自若，仿佛300年的恩怨、3界的纷争都与他无关。你以为女妖们为什么会发疯一样靠近你？猫狸、胡索被众妖紧盯，不是因为我新任妖王的身份，而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妖界最致命的存在。我到底是谁？看着身上交错的妖纹，听着他骇人所言，我彻底陷入迷茫。可他并未解答我的疑惑，只是骤然敛去所有慵懒，神色巨变，有远比妖界纷争更恐怖的存在正在悄然降临。夜空炸裂，经文横贯天际，川谷神社笼罩四方，绝非妖力所能抗衡。就连沉寂300年、淡然处世的雾气，都露出了极致的恐惧。我最大的危机终究还是来了，天神毅然寻到了我的踪迹。前身降临的危机尚未揭晓，新的凶险已然袭来。狗天重受兵危，被紧急送入抢救室。刺耳的警报声里，全是挥之不去的不安与慌乱。可当绷带被解开，诡异的一幕彻底打破了所有认知。活物般的妖纹盘踞在狗天胸口，不断蠕动扩散，自带的妖力持续撕裂伤口，寻常艺术根本无从医治。我匆匆冲进抢救室，亲眼看见那片诡异蠕动的黑纹瞬间僵在原地。那不是普通的妖伤，是专门针对妖族阴毒之极的术法。是个局，为了逼你现身，妖王大人。走廊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抢救室的压抑让人窒息，我拿着药单独自走出空荡死寂的医院走廊，处处透着阴森诡异，仿佛每一处阴影都藏着未知的凶险。死寂的走廊里，突然响起贴着耳畔的无眠低语，近在咫尺，却寻不到半分人影。那诡异的温柔裹着刺骨的寒意，让我瞬间浑身紧绷，心生戒备。终于见面了，妖王大人。白大褂，手术刀，看似医者荣耀，可那熟练把玩利刃的姿态没有半分善意，只剩危险。口罩滑落，露出那张精致却诡异的脸。他一眼看穿我的身份，温柔的声线里藏着极致的疯狂，那双眼睛盯着我，仿佛在打量一件独一无二的藏品，让我心底寒意丛生。我强行挣脱他的禁锢，这样脱身，一声巨响骤然炸开，熟悉的方向让我心头一沉，最坏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。抢救室轰然炸裂，漫天飞妖气息席卷而来，阴毒暴力的力量肆虐全场。我顾不上身后的诡异女医，满心只剩担忧，不顾一切冲向现场。朝夕相伴的陪伴彻底遗忘，陌生的风皮妖异暗藏杀机，从他危机接踵而至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妖毒侵体，只有异化失控，未知的敌人，诡异的窥探者，步步紧逼的宿命，下一刻便是最残酷的对峙。
妖毒彻底爆发，狗田完全挣脱了理智的束缚，彻底沦为失控的半妖。他冲破抢救室，撞碎窗玻璃，失控的破坏力席卷整条走廊，引发一片慌乱。他听见了我的声音，却再也认不出我，满眼只是杀戮与疯狂，满身妖化的特征彻底褪去了人形的温柔，只剩一头被妖毒支配的凶手。哪怕依旧不愿放弃，换来的只有毫不留情的重创与重击。就在猫狸准备出手成失控的狗林时，那个诡异的女医微微骤然现身，抢先一步拦住了所有冲突，一针精准入颈，药液瞬发，狂暴失控的狗田瞬间停滞，褪去妖化，整套动作熟练的令人心惊。我和猫狸胡萧尽数错愕，完全猜不透他的目的。跟随微微来到这座隐秘的地下实验室，冰冷死寂精密，处处透着疯狂的科研气息。而手握救治狗田的唯一办法，以此作为筹码。平淡的语气下是势在必得的算计。我满心戒备，清楚天下没有免费的救赎，他的条件绝不会简单。研究妖王，摘下那份冰冷又狂热的眼神，直白地道出了他所有的执念。他想要研究的，从来不是妖毒，而是身为妖王的我。3个字击穿了所有伪装。我看着他狂热冰冷的眼眸，瞬间明白，我早已成为他觊觎已久的实验猎物。看着渐渐平稳的狗田，我别无选择。为了救回我的伙伴，哪怕前路未知，深陷些偏险境，我坐上那张冰冷的实验椅，双手被金属环牢牢禁锢，彻底失去了自由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任由他观测试探，落入了他的掌控之中。他步步贴近，冰凉的指尖落在我锁骨的腰纹之上，带着极致的试探与窥探，每一次都让我触碰，都让我用全部臂阔。他肆意摩挲着捕捉我所有的细微反应，玩味又偏执。这份近乎冒犯的窥探，让我满心紧绷无比。就在他肆意试探的瞬间，我体积一纹骤然爆发，不受控制的疯狂面炎压制了给整间实验室的灯光。妖王触碰与刀身的毛利滚激警报防护不止，怎么厨房冷值在飙升？我声前泪是难以置信。就在数据失控、局势混乱之际，一声巨响炸裂全场。就在数据失控、局势混乱之际，一声巨响炸裂全场，大门被猛然踹开，极致的杀意席卷整座实验室。是猫狸，我从未见过他这般冰冷凛冽的模样，浑身杀意凛然。我可以容忍别人针对我，可没人能肆意冒犯、禁锢、窥探我。从来的温柔就是付完威慑，病态的窥探、无情的算计、肆意的冒犯，彻底点燃了猫狸的怒火。隐忍落幕，杀意登场，一场属于猫狸的护主之战即将开启。微微，一场一触即发的对峙。从大人身上拿开。可微微的警告。这场荒唐的实验将所有庇护尽数温落在我身上，不同于微微刻意的挑衅手，可就是温柔又纯粹，却意外引爆破了我体内潜藏的妖王力量。红绿妖纹骤然盛放，光芒夺目，守护与羁绊的力量远比刻意的试探更加强大。妖王共鸣值彻底失控，直接冲破仪器上限，整座实验室都陷入了能量暴断的混乱之中。一场极致的能量共鸣落幕，猫狸眼底独属我的温柔与战意，彻底沉醉在这场完美的妖王实验结果中。现在这椰果可以救标毒的狗田了吗？禁锢解除，解药入液，就是让微微妖毒慢慢消。承诺悬在深在我心头的巨石终于落地。这场荒唐的实验总算换来了一丝慰藉。就在我们所有人都为狗田的好转稍稍安心之际，一场无人预知的危机正在暗处变有机归生，毫无征兆的骤然降临。无人操控的电脑自动亮起，一行冰冷的我的文字，我的妖王坐标，瞬间未知存在悄然锁定。看清文字的瞬间，我浑身冰凉，血色猫狸瞬间戒备，连一向偏执狂热的微微也彻底收起玩味，露出了真正的警惕。这绝非普通妖界势力所能做到。我无人惶恐与疑惑，被阴冷的绿光笼罩，伺机蔓延，预示着一场致命追猎已然开启。一场妖王实验圆满落幕，可代价却是暴露了我的坐标。看似平息的风波之下，藏着未知的窥视与致命。无情的追猎尚未平息成，身份成谜来路谱，一场针对我的极致追杀即将席卷而来。坐标暴露，追猎将至。为了暂时躲避未知的危机，我来到了这栋顶层豪宅。可推开大门的那一刻，我才发现真正的麻烦早已在此等候。4道目光齐刷刷锁定我，空气瞬间凝固，扑面而来的压迫感让我瞬间萌生了逃跑的念头。以后你住这里？为什么？胡萧率先开口定下了我暂住这里规矩，看似是为了护我周全，保我平安躲过追猎。可胡燕一语戳破真相，温柔的庇护之下，藏着无处不在的监视。一句话瞬间点燃战火，猫狸与胡燕针锋相对，两两对峙。原本安静的豪宅瞬间沦为无声的战场。一顿普通的晚餐，生生吃出了剑拔弩张的对峙感。4人各占一方，立场分明。看似平定的餐桌早已暗流涌动，派系林，没有争吵，没有打斗，却有着最窒息的讨好度。唯独我被困在中心，进退两难，坐立难安，连好好吃饭都成了奢望。每个人的眼底都藏着私心与试探。胡萧的温柔藏着警惕，微微的亲近藏着观测，猫狸的守护带着占有，胡燕的冷眼藏着不屑。4道目光在冲交错碰撞，拉扯出一张无声的博弈风妖王，无处只能默默承受这场专属我的修罗场困境。好不容易熬完窒息的晚餐，我躲进浴室，短暂逃离纷争，看着趋于平静的妖纹，本以为能换来片刻喘息。你进来干嘛？可我连独处的机会都没有。猫狸毫无预兆闯入浴室，坦荡又无辜的模样，让我抵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猫狸尚未离开，胡萧、胡燕微微接连闯入。小小的浴室瞬间挤满了人，氛围彻底失控。有人守护，有人冷眼，有人借机实验采集数据。4人对峙僵持，谁也不肯退让。我被困在人群中央，所有窘迫与无奈尽数爆发，连最简单的独处洗漱都成了一种奢侈。在这片荒唐热闹的纠葛之中，天地骤变，整栋大楼猛然震颤，突如其来的冲击瞬间打断了所有纷争。我拉开窗帘的瞬间，寒意彻骨。夜空之上，大批百亿人凌空列阵，肃穆又冰冷的质疑的威压降临在我。奉天神之力，回收妖王。天神降临，目的直白且残忍，回收妖王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之前锁定我坐标的神秘存在，正是天神使。妖界纷争，各方窥探，伙伴对峙，都只是虚张。真正的终极危机，终于跨越山海。
如约而至。天神追猎如期而至，夜空被白衣人影彻底笼罩。兔子执法队凌空列阵，浩荡的金色威压席卷全城，整栋大楼都在这份极致的力量压迫下剧烈震颤。兔心抬手起阵，古老的天神法阵骤然铺开，枯萎的金光撕破夜色，将我彻底困死在这片楼笼。踏着金光步步逼近的兔身没有半分人间烟火，空洞的神情冰冷的眼神，像一尊毫无感情的审判神明，只为执行律法缉拿目标而来，没有多余的寒暄，没有周旋的余地，一句命令是带走旋的处境。天神执法队的管控是我从未挣脱过的宿命枷锁，陌生的审判，强硬的管控，彻底点燃了所有人的战意。猫狸、胡萧、胡燕尽数觉醒备战，义无反顾地挡在我身前，誓死护我周全。三人同时出击机，不动声色间，灵异迸发的磅礴力量瞬间撕裂整栋建筑，压迫感碾压全场。天神法阵全力启动，3道符文锁链破空坠落，带着锁妖缉拿的无上威力，精准锁定出击的3人，凌厉的攻势瞬间被瓦解。从未遭遇过的碾压，也是天神势力真正恐怖的事。所有人的抗争都形同虚设，兔身自始至终的目标只有我一人。看着他步步逼近，我背靠残窗，彻底陷入绝境，退无可避。就在他触碰到我的瞬间，潜藏在我体内的终极力量彻底苏醒，纯粹的漆黑妖气席卷全身，褪去所有软弱平庸，属于远古妖王的威严与暴力，就此冲破桎梏，极致的妖王之力足以逆破天神律法。金色法阵轰然破碎，禁锢3人的锁链尽数消融，天神部下的绝杀格局被我一瞬翻盘。至高无上的天神执法队，尽说妖王威压跪拜，俯首称臣。这一刻，我的身份力再也无从隐瞒，彻底暴露在兔心面前，沉睡万古的力量彻底觉醒。我褪去所有凡人的情绪与软弱，只剩远古妖王的沉寂与威严。俯瞰着眼前跪拜中的天神众，终究是他所做的都是为这一刻。兔心终于确认了我的真实身份，这场蓄谋已久的追猎，终究让他找到了真正的新妖王。黑色妖力逆破天神法阵，新旧格局悄然更迭。我第一次展露真正的妖王姿态，也彻底坐实了自己的身份，站在了妖界与天神对峙的最顶端。天神对峙落幕，暴雨连夜倾覆整座城市，压抑的雨夜藏着不为人知的过往，也藏着我所有命运的真相。雾起独自伫立雨夜天台，一句突如其来的提问像一道惊雷，即将撕开我所有自以为是的认知，揭开妖王尘封的宿命。曾经的妖界，妖王坐镇，万妖归序，安稳繁盛。可天神的强行介入，打破了所有平静，战火燎原，高塔倾覆，上界妖王惨遭清除，只余下一座荒芜的旧王座，见证一场惨烈的落幕。所以，我不是被选中，是意外的天赋。盗网的不是说枪玄神被钉下原罪，被追杀，手腕上随我许久的妖纹，此刻变得无比刺眼，是随时会引来杀身之祸的死神标记。你有没有发现灵妖越来越靠近你？可雾起的追问又揭开了藏在温柔纠葛之下另一层细思极恐的隐秘，是我觉醒的妖王之力，从来都不是偶然，不是心动，让他们不由自主向我靠拢，因为你的能力开始觉醒了。妖王之力彻底复苏，无形的牵引跨越整座城市，潜藏在人类世界里的无数女妖，尽数被这支本源力量唤醒，都感知到了真正的妖王现世，心底本能的臣服与狂热冲破克制，不约又望向我的方向，低声朝圣，感知愈发强烈，心底的符再也无法压制，散落全城的女妖开始不顾一切朝着我的位置汇聚，无数身份各异、素不相识的女妖，因同一个记忆体，暴雨喧嚣，俗世的春风柔把的无可动荡。我彻底明白，已经彻底失控了，真相彻底揭晓，宿命已然锁死。我不是天选的王者，只是被天神追杀的继任者。身边的偏爱不是幸运曝光，全城妖族汇聚追随，而是失控，彻底失控。一边是天神的无尽追猎，一边是妖族的疯狂朝圣，双面风暴已然彻底降临。雨夜落幕，潮水般汇聚的女妖彻底失控，整座大楼被浓郁的妖气死死包裹，无数手掌疯狂拍打幕墙，轰鸣不止，混乱彻底席卷整片街区。站在满目狼藉的顶层，听着楼下震耳欲聋的骚动，我俯身眺望，亲眼见证这场因我而起的失控乱象。仅仅是我的一现身，就让失控的人潮彻底癫狂。无尽的狂热与造沉稳的猫狸也忍不住心生慌乱，暴动彻底爆发。快守住大堂！伟大的军绰屏障涌入大大楼，呼啸对手阻拦，哪怕身陷或依旧或难，复审未尝有趣的同族，尽凭克制抵挡汹涌人潮，战局越发惨烈，防线节节绑态，所有人都在为我的失控买单。冰冷的狂热让我彻底茫然无措，防线彻底崩坏，伤亡悄然出现。看着为我奔赴险境、满身疲惫的众人，看着这场我亲手引发却无力阻止的灾难，心底的愧疚与愤怒彻底翻涌。我不再忙于妖王之力，便该由我终结。我决以力亲手掌控属于自己的力量，平息这场动乱。这是我第一次彻底挣脱懦弱与被动，不再是被动暴走反抗，而是清醒的掌控力量，以妖王之名执掌全局，平定万妖。看着我真正觉醒王者姿态，一直默默守护我的猫狸，终于等到了数了属于我荣光，满心安稳，默然欣慰。漆黑的妖王之力倾泻而下，席卷整座大楼，整片街巷。极致的王者威压瞬间镇压所有躁动，沸腾的暴在一瞬间彻底定格死。居高临下，声震四方，属于妖王的号令自带无上威严，褪去癫狂，只剩刻在血脉里的虔诚与臣服。动乱平息，万物俱寂。就在这片极致的安稳之中，一阵突兀的掌声打破了所有平静，带来了全新的未知与悬念。万妖复仇，微末兽男人自动让触动我，金色面前遮去真人，只留一抹完美的笑容。他仿佛旁观了全程，对我的觉醒满心窥探与审视。时空落幕，王者觉醒，天神追猎，妖族朝圣之外，又添神秘强者窥探。金色面具之下，藏着怎样的身份与目的？全新的危机与谜团悄然降临。地面之上是人类的都市，秩序井然；而身材城市之下是不为人知的地下妖界。这里是妖族的灰色地带，喧嚣混沌，不受天神律法约束着。摘下面展露真容，坦然迎接我的到来，也正是为我推开了地下12堂的大门。穿过幽恶长廊，繁华的地下妖市骤然映入眼帘。这里自成一派天地，赛博风格与妖族气息交融，无数妖族在此栖息往来，是隐匿在城市地底的独立世界，无拘无缚，弱肉强食，是地下妖界所有的欲望法则。俯瞰着整片繁华关老的地小城，丁老大终于袒露来意。这场会面从一开始就藏着精心谋划的算计。哦，条件呢？
看似雪中送炭的庇护，实则是一场野心博弈，彻底地下整片地下妖界。就在我权衡利弊、戒备十足之时，走廊角落一道安静的身影赫然闯入了我的视线，为这片满是算计的妖界添上了一抹神秘的色彩。清冷神秘的目光始终锁定着我，可他却瞬间慌乱羞涩，反差十足的模样让我心生疑惑，也让丁老大暗藏深意。我本以为只是一场短暂的偶遇，未曾想这位神秘少女竟悄然尾随，无声无息出现在我的身后，打破了所有沉寂，突兀地降临在满心与算计的地线下。她的目的、她的身份、她的来历，全都无人知晓，只留下满心疑问与无尽神秘。地下妖界风波迭起，丁老大的野心邀约暗藏杀机，温柔阴秀的扑朔迷局，层一边是来路未知的缠作神秘邂逅。这位突然现身的蒙面少女将会成为打破局势的关键，全新的人物与故事即将揭晓。地下妖城看似繁华混沌，既增多杀机，是无休止的追踪与围剿。叔叔拽着我在错综复杂的巷道里拼命逃亡，追兵的脚声步步逼逼急如的随行。他全程屏息械戒，我沉默地下妖城无处不在的危险，他始终防备。下城很危险，你别乱跑。你为什么帮我？因为你是第一个不害怕我的人。话音未落，危机再度降临，地下执法者寻迹追来，寒光锁链破空而至，绝境瞬间成型，留给我们的退路彻底被封锁。危急关头，他不再隐藏在我身前，以极致的速将我牢牢护入怀中，用一己之力为我隔绝所有扑面而来的威胁。踏墙腾空，辗转飞跃，他的轻盈又凌厉，带着我冲破狭窄巷道的桎梏，瞬息间脱离险情，动作干净利落，藏着极强的实力，立于高空屋顶，彻底甩开追兵。感激、动容，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悸动，悄然蔓延，逃离险境，尘世喧嚣被远远隔绝。这座僻静的废弃天桥，藏着地下妖城难得的温柔光景，也成为了我们独处的一天地。细微的伤口，他却正立直生至极，让我在无冰冷险恶的无关宿命，第一次感觉到了真切的温暖。温柔的照料落幕，他抬眸望向我，眼底盛满细碎的星光，似是下定了某个酝酿许久的决心，眼底藏着忐忑与不安。犹豫再三，他终于卸下了所有伪装。面罩滑落的瞬间，妖异的金色纹路暴露在光影之下。看着他小心翼翼、满心惶恐的模样，我没有半分畏惧，指尖轻触视作诅咒的妖纹。我想让他知道，这些烙印从来都不该揭示他枷锁。这小点一点也不可怕，积攒已久的委屈坦然化作热泪，悄然坠落。他卸下伪装，袒露伤痕，终于遇见了不为他接纳他的人。长久的孤在此刻终于有了归宿。面罩之下是被诅咒的纹路，也是纯粹温柔的本心，被亲手揭开，即将彻底揭晓。跨过1万长廊，我终于踏入真正的地下王朝。偌大的地底疆域，恢宏肃穆，数万妖族齐聚于此，无数道目光沉沉落下，尽数锁定在我的身上。众生俯首，万众期盼，他们严谨的虔诚与等待从未消散，世代等候，只为等到妖王归来。人群自动分裂退让，直通王城中央的古老高台，竟有这么千百年的印记，被天神欺压苦难于淫日，得到狰狞，代代受天神的清算与伤害，连孩童都逃不过神性符文的灼伤。那道天神的冷酷，从来不人界与妖界，苦难永远无处不在。她是地下妖族的圣女，从小就被关押起来，所以一直戴着面罩，不敢一直见那些事。致地下妖族的圣女，自小斗酒知藏颜，我伸手安抚她满身的不松的心，她能分与世苦，且着过难得与宿命的牵。告别万众聚集的王城高台，我们踏入核心控制室，这里藏这台妖界监测外界的所有数据，真天是叫终极计划，千年压迫，积攒无尽恨意。那道笼罩整座人夜的金色法阵，是一场即将降临的全城清洗，是无情的屠戮与肃清。屏幕之上，我熟悉的整座城市被先被杀即消，我仅剩的亲人全都神出注，那颗恐惧与焦灼彻底席卷了我。他们现在在哪里？我迫切想要真相奔赴后腹，监测画面冰冷的神眼骤然现尸，死死窥探着地的一切。神眼现世，俯瞰人间，天神的审判彻底降临，无辜的凡人深陷恐慌，整座城市沦为炼狱，而这一切的清算终究会落到我的头上。手腕的妖纹灼热发烫，逃避已然无用，终局的抉择已然到来。天神清算降临，人界危在旦夕。我不再是那个被冻结了宿命的普通人，而是唯一能抗天神守护两界的妖王。还是彻底毅然落子，扛起妖王的使命，迎战至高天神中，终极觉醒即刻开启。王城的盛大仪式正式开启，古老的王座破土生动，妖纹轰鸣。这座沉寂许久的妖王王座为我一人重启。万众欢呼，声势滔天，所有人都沉浸在王者归来的狂喜之中，唯独我心知肚明，这场盛大的加冕仪式从来都不是恩赐，而是一场裹挟着战火的宿命加冕。众生皆拜宿，万众期待的背后，已经很多年没有王了。他们藏层层蹊跷，互相指引，妖族处处诛清，稍诡异，太诡异之中。喧嚣落尽，终局的诱惑如期而至。至高的地位，无尽的力量，万妖臣服的荣光，看似唾手可得的一切，实则都是绑定宿命的宠。天下从无免费的馈赠，所有荣光皆有代价。他处心积虑推我登顶王座，所求的从来不是妖族安稳，而是一场颠覆天地的仙妖大战。暂时远离王座大殿的纷争与算计，僻静的天桥藏着片刻安稳。卸下伪装的瞬间，他终于能短暂挣脱枷锁，坦然展露最真实的自己。世人皆惧的妖纹，是他半生自卑与孤独的根源。可在我眼中，这不是诅咒的烙印，而是独属于他最特别的印记，温柔且独一无二。一句简单的认可，便击溃了他积攒多年的怯懦与自卑。长久不被接纳的灵魂，在这份柔的偏爱里彻底慌乱动容。晚风温柔光影，在这片远离纷争的方寸前地要天赋，没有王座权谋，彼此相伴的纯粹与安魂。片刻的温柔转瞬即逝，刺耳的警报骤然撕裂尽情，血色红光笼罩整座地底王城，安宁彻底破碎，恐慌与危机席卷每一寸角，来不及抉择，来不及喘息，战火已然奔赴而来，平静彻底终结，真正的危机如期降临。我尚未做出嘴这座前路归归土，天神的征伐一边是不请自来的天神大军，宿命不再给我丝毫退路，仙妖决战的序幕彻底拉开。地下妖城的慌乱尚未平息，一场更诡异的异变骤然爆发，整条街区的女妖尽数失控，褪去慌乱，染上极致的狂热，所有视线挣脱一切束缚，齐齐锁定在我身上。
不是普通共鸣。这并非偶然的妖气共鸣，而是一种独一无二、极致霸道的绝对吸引。一句话道破所有玄机，对所有女妖有着绝对的磁吸之力，无需催动，无需发力，与生俱来，无可替代。这能力有病吗？真相落定，只剩满心无奈与抓狂。这般不受控制，随时随地触发的诡异能力，于我而言不是天赋，是无尽的麻烦与枷锁。有人为之狂热探究，有人为之满心凝重，唯有我深陷其中，被迫承受这份突如其来的宿命馈赠，进退两难。只是一道细微的伤口，一缕微弱的妖气外泄，便彻底引爆了千层的磁气之力。空气中流转的妖气，成了牵动所有女妖本能的信号。失控的狂热彻底爆发，无数女妖蜂拥而至，危急关头，伙伴们尽数挺身而出，为我筑起屏障，挡下这一场因我而起的无序混乱。喧嚣落尽，残局归于阵寂。方才身为我挡下混乱的猫狸，此刻卸下所有锋芒，只剩满心蹲在屋顶，藏起心底的不安，怕我万众臣服，怕朝夕相伴的温柔终将变成众生共享的荣光。看穿他所有的不安与脆弱，我以最温柔的动作抚平他心底的焦虑，些许温柔便可驱散他所有惶恐，小心翼翼的依偎与牵绊，是他最纯粹的信任。这一刻，所有不安尽数消散，只剩安稳与依赖。片刻温柔转瞬即逝，天地骤然震颤，纯粹的神性撕裂地底长空，金光压落，神纹流转，告示着至高力量的将门大开，神明降世，极致的神性威压落整座地下妖城，万妖被迫俯首跪拜，无人能够抗抗。天地对立，仙妖殊途，最终的宿命之战已然拉开序幕。既妖引力，失控作乱，身边真人满心不安，可在神明降临的绝对力量面前，所有纷争都沦为渺小的尘埃。天幕撕裂，神门现世，万丈金光劈开，沉沉至高僧降临，一身神劫神袍，历历在整座城市的上空，俯瞰人间间与妖操神压倾覆而下，万妖为首，无人能扛，万众生尽臣服，唯独我力身微薄妖力硬扛神明天威，守住最后一丝绝象于底线。神明垂眸俯瞰众生，冰冷的神颜之下，眼底却藏着万般复杂。一句跨越时空的低语穿透天地，不似审判，反倒像是一场等候许久的临离。可我依旧不肯退让，直面那双盛满故事的金色眼眸，对峙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宿命重逢。危难当头，无人退缩。猫狸、狐枭、狐燕叔叔并肩而立，以柔弱之躯直面神明威压，义无反怪地挡在我身前，为我弃我筑可及到不惧天数的屏障。别碰障不起，哪怕依旧以身相护，道尽了誓死护我的赤诚与决绝。在绝对的神明力量面前，所有抵抗的微不足道。他无意争锋，只是随手一挥，便带着碾压一切狼狈倒地，倾覆所有守护。不愿再做被守护的那个人，不愿再让他替我承伤。压抑妖力彻底暴走，我主动踏下以身迎天威，直面至高神。我倾尽妖力的爆发，依旧无法冲破他的神域屏障。所以你们就想杀我？宿命的唯有慎命之下，颠覆了所有宿局。高高在上的神明，从一开始就从未想过许我信任，褪去所有天威与杀伐。他指尖拧起温柔神力，没有半分审判的冰冷，只剩藏了无数岁月的温柔与执念。可以此事算尘封的够了。我终于承诺，我或者是现世的我，而是1000年前那个陨落的宿命祭奠。长夜沉寂，无人知晓的暗室之中，一场彻底的异变悄然降临。属于猫狸的澄澈金色瞳孔，正被猩红一点点侵蚀、吞没，心底的阴霾顺着妖力肆意蔓延。镜中人影正因有偏执，温柔尽数褪去，长久压抑的不安、恐惧与占有欲，终于冲破所有桎梏，在寂静的黑暗里滋生出疯狂的模样。所有的故作坚强轰然崩塌，他蜷缩在冰冷的角落，将自己困住。无人窥见的脆弱，天神的锋芒之下，我渐行渐远的背影，还有那转瞬即逝的温柔安抚，所有在与牵挂，都变成了刺穿他心底的利刃，让他深陷绝望。整座地下妖城都在流传着天神降临的恐慌流言，人人都在揣测我的去向，人人都在议论这场宿命的纷争。细碎的耳语四处蔓延，字字扎彻彻底压垮深红衣主宰眼眸，温守护的猫狸彻底落幕，是被占有欲吞噬的疯狂妖气。黑化的妖力席卷全场，黑发狂舞，褪去所有温柔慵懒。此刻的他带着毁天灭地的偏执与野性，危险至极，连狐枭与狐燕都为之震慑。这般极致暴力的妖气，昔日并肩相守的同伴已然彻底蜕变，沦为被执念掌控的疯妖。深夜闺房，一室漆黑，沉寂的房间里没有半点人声，只有一团浓密诡异的黑雾静静盘踞，裹挟着未知的威胁等后果的归来。血色妖瞳与黑暗搭配骤然的陌生疯狂眼，极致的北差之下，是让人不寒而栗的压抑与偏执。他缓缓向我走来，步步生寒，妖气层层叠加，压迫感步步逼近，如同蓄势待发的野兽，将所有偏执与疯狂尽数藏在温柔的步伐之下。温柔的笑容之时，变是最极端的，化作最轻软耳语，字字诛心，彻底撕开了所有伪装。那句疯狂的质问落下，空气彻底凝滞。我终于看清他所有的不安，早已化作极端的执念。为了留住我，他已然不惜一切。面对彻底疯魔的他，我没有畏惧，没有退缩，我只看得见他心底的委屈与惶恐，只懂用最温柔的触碰安抚他失控的偏执。深爱之偏执，执念之疯魔，他因我而生妄念，因我而陷黑暗，而我的承诺能否彻底拉回坠入深渊的他？一场极致爱恨的纠葛才刚刚开启。密闭的会议室里寒气刺骨，满堂虎族长老端坐肃穆，无数道审视的目光尽数锁定狐枭。这场宗族审判只为逼他做出抉择，割裂他与我的所有牵绊。宗族命令铿锵冰冷，字字皆是逼迫。他表面身姿挺拔，气场凛然，不肯有半分退让，可紧握的指尖早已暴露了他心底的挣扎与两难。一边是生养他的虎族，一边是执意守护之人。虎族不想参与妖王与天神的战争，这太危险了。交出苏坡，我们才能保全虎族。所有逼迫都裹着保全宗族的名义。你们怕天神？一语道破所有人的怯懦与私心。褪去纯夜空荡的停车场，他终于卸下所有锋芒，无人看见的颤抖，藏着他无人诉说的疲惫、挣扎与茫然。微弱的火光短暂驱散了周身的孤寂，也让他不经意间融化了他心底的坚冰。曾经的他高傲强势，杀伐果断，从不屑于软弱与依附。可命运辗转，心境更迭，所有原则与执念都在不知不觉中为一人倾覆。世事最是无常，
他从比翼弱小到甘愿以身守护，褪去一身锋芒傲骨，心甘情愿为我奔赴，为我妥协。这份悄然自生的心意，温柔又沉重。这间温暖安稳的小屋，是他亲手为我打造的避风港，藏着我们所有人短暂的安稳与温柔。如今满目所有牵绊，留下所有温柔，不告而别。他自利落最决绝的抉择，也藏着最隐忍的守护。他选择独自奔赴前路的风雨，最后回望一眼满是温柔的过往，心中万般不舍尽数压下。他斩断所有极，只为护住屋内之人，护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安稳。一句久别来找我，是他最艰温柔，是他最肩负未知的险境，将所有危险与纷争尽数隔绝在我身前。一夜相隔，人去楼空，一纸留言冰冷刺眼，寥寥3字道尽笔里。我心知他意在护我，却也深知他独自扛起了隐忍所有风雨决绝，滔天火海分为了虎足鸡业己之力，直面覆灭族族的危机，以身入局，护我周全。他选择背负所有罪责与毁灭，独自消失在漫天战火之中。宗族覆灭，故人失踪，一场无声的告别，掀开了仙妖大战的序幕。平静彻底落幕，风雨席卷而来，所有人都被迫奔赴这场注定的纷争。荒芜死寂的废弃工厂成了囚禁胡萧的刑场，金色绳索穿肩而过，淋漓鲜血浸染衣衫。他孤身了被困于治愈法的残酷惩戒，纵使满身伤痕，深陷胡萧衣的傲骨铮铮，眼底无半分怯懦，只剩誓死不屈的倔强。目睹挚爱之人受尽折磨，血染中心底的理智彻底崩塌，滔天怒火破所有沉寂已久的妖力骤然暴走，猩红瞳孔现实，是我彻底失控的征兆。黑雾吸吮，体吞噬皎皎月色，极致的妖力倾覆全场，都裹挟着我的愤怒与后人心情，直面所有天神为敌。暗处之人静待多时，只为等候这一刻的降临。压抑千年的妖王血脉，在极致的愤怒与执念中，终于冲破枷锁，彻底苏醒。满身妖纹流转生辉，极致磅礴的妖王妖压席卷四野。高高在上的天神执法者，第一次感受到源自妖王的恐怖力量，心生惬意，不战自退。觉醒的妖王之力，拥有颠覆神律的力量。抬手之间，禁锢胡萧的绳索要尽数湮灭，揭明的枷锁在真正的妖王力量面前不堪一击。我终于退出释放而他倾尽所有的守护，终究换来了我的觉醒。眼底只剩满心希望，俯瞰一众跪地的神明掌门，我已然拥有主宰战局的力量，无需多余杀伐。怀抱伤痕累累的他，蓦然转身，便是最极致的威严与逼迫。众人匆匆赶来，只剩满目疮痍与满身伤痕的胡萧。我身披漆黑妖力，以妖王之姿扛起所有前路风雨。云端之上，天神静静俯瞰一切，见我彻底觉醒妖王之力。千年过往，在此刻尽数浮现。为了宿命规则，他祭出终极神塔，欲镇压现世妖王。可300余地面仙与遥遥对视，宿命的对决已然无可规避。妖王彻底觉醒，神塔凌空而降，跨越千年的仙妖对峙，在这一刻抵达风暴最终线，成真正妖王，却也迎来神明终极杀伐。宿命的棋局彻底落子，神塔压世，终极对决一触即发。天幕崩裂，金光倾覆天地，沉寂已久的天神塔破空而降，古老神纹熠熠生辉，悠悠铃响终极之力现世，照亮整座夜幕之下的城市。无上神风大四方，万妖所无人能够抗衡，意味着所有的天神塔现世都走向了无法逆的极。神光连续暴力，天神踏光而来，没有杀伐，没有震怒，他褪去了审判众生的神明姿态，只是一步步走向我，走向他执念了300年的归宿。一句温柔的奔赴，藏着跨越岁月的执念。可宿命的枷锁太过沉重，我从未知晓过往，亦不愿任由命运摆布。唯有挺身反问，守住当下的自我与羁绊。他们带着一身伤痕誓死守护，用坚定的姿态告诉我，现实的羁绊从来都不比过往的遗憾浅薄。一边是千年执念，一边是此生守护，我终究陷入两难。时光回溯千年，仙妖并非对立。那时的他眉眼温柔，那时的黑袍妖王肆意坦荡，两人并肩而立，共揽山河，岁月安然，无纷争，无别离。天神读懂了我的挣扎，唯有静默等候，不逼不破，只剩满心疼惜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放手。前世的羁绊，今生的相遇，神明与妖王，执念与守护，在这一刻彻底纠缠相融。我被困在过往与现实之间，不知归宿，难择归途。前世遗憾未了，今生羁绊缠身。我究竟是现世的苏波，还是归来的妖王？跨越千年的谜题即将揭晓，属于我的终章已然临近。尘封100年的旧妖神殿，藏着被时间篡改的真相。斑驳计划记录着遗失的过往，境间盛世战乱，皆是被神界刻意抹去的千年秘辛。一具头是根本不是入世的妖王，300年的恩怨、仇恨与宿命，彻底被推翻重构。上一任妖王并非真的陨落，他选择假死，真正的目的是保护妖界的火种，躲避神界的清洗。仙妖对立皆是假象，自我反派污名，终究成了一场误会。支撑他熬过300年孤寂与苦难的恨意，瞬间崩塌瓦解。所有的执念、隐忍与煎熬，最后只剩满心委屈与不甘。300年的等待与落空，终究化作一具破碎的桎梏。我无前世记忆，我有300年的别离之苦，却能读懂他眼底堆积的绝望与委屈。千言万语无从说起，没有遗落，安抚他300年的孤身飘零。真相揭晓的刹那，末日如期而至，尘封的神界清洗城彻底启动，天地崩溃，山河震裂，仙妖之力交织肆虐，整座城市坠入覆灭，生灵黄困流无情的神清洗从不分上。这场预谋300年的肃清，终究还降临，能够幸免，无人能够后退。无尽神像破空降临，无悲无喜，他们是神界最纯粹的杀伐机器。只为肃清异类，湮灭妖界火种而带着碾压一切的毁灭威压，默举望接排众二君，以妖之力直面神界终极审判，迎战最后的宿命。300年骗局落幕，千年真相大白，爱恨皆有原因。可大势已至，所有误会之战，所有铺垫线索所谓完关，跨越300的仙妖即将在终极一战中落幕，宿命的终章正式开启。神界清洗降临的瞬间，世间秩序彻底崩塌，山河崩碎，城国倾覆，压抑已久的妖力不受控制的暴走，无数妖族挣脱束缚，陷入疯狂与绝望，整座城市沦为无序炼狱，神罚压顶，妖乱遍地。神光与妖力剧烈冲撞，撕裂整片夜空，天灾与妖乱交织，人间再无安宁，满目疮痍，
万物流离，沉睡千年的妖王之力彻底挣脱桎梏，汹涌力不受掌控，在我体内肆意翻涌，宿命的枷锁轰然觉醒，无形引力席卷全城，所有妖族血脉为之共鸣，不受心智操控，只为臣服于真正的妖王，奔赴这场宿命的归位。王者归位，天地共鸣，残存的妖族褪去慌乱，尽数感知到本源妖王的气息，尘封千年的妖王座而坐，破土而出，静待他的主人公归。我续写所有曾挣下，过往迷茫痛苦不甘尽数散去，坦然接纳与生俱来的宿命与责任，步步踏阶，妖纹随行。我褪去所有少年途情，温步走向属于自己的路，身后4人扶手相伴，过往所有守护与羁绊，皆为我驾驭之路铺路。漫天纷争骤然落，万物俯首，四海归尽，妖王之名自此响彻天地。身居王座，俯瞰万妖，眼底再无半分软弱与彷徨，一字一句皆是妖王誓言，已是我对这片天地的郑重承诺。一声宣告，乱尘归尽，静观我加冕归位。历经300年浮沉，妖界终于新主，宿命棋局已然翻本。我终是接纳宿命，执掌妖界，加冕为王。昔日挣扎尽数落幕，从此时间再无少年苏坡，唯有统御万妖的新任妖王。300年恩怨纠葛，层层落地，仙妖对峙的终局已然来临。妖王归位，天神静待，最后的宿命对决即将画上终章。宿命终局如期而至，神界欲幸而出，附加整片天际。300年的仙妖恩怨，在这一刻底爆戳，以残月为铠甲，直面神明终极审判，天地倾覆，终局大战拉开帷幕。妖前妖臂妖力戳空先行，以渺小之躯抗衡踏碎偏神。众人各展锋芒，以血肉之躯熬中神明强敌。吴潇潇勇破神，猫连力狂暴御敌，叔叔丝网困敌。每一人都倾尽所能，死守这片天地羁绊，全员接战，无人退缩。运筹指挥此路，在末日战场中为生机四而战，为羁绊而战。如果成为妖王王，你会永远失去平静，在通道界责任负同源前后最后一次生父，深知网座沉重，宿命孤苦，不忍我从此退去贫苦，一生背负万妖重担，永世不得安宁。他们还在等我，比起一身清醒，我更不愿辜负每一份不离不弃的守护与期盼。过往所有迷茫、挣扎与犹豫尽数消散，我彻底接纳妖王宿命，释放本源之力，以一己妖力抗衡万天神明，扛起所有责任与守护，镇压万事。这一刻，妖界尊严尽数归来，望人妖欢呼，皆是释然与欣慰。300年的隐忍与等待终得圆满，神明征伐落幕，神界大兵尽数退缩，撕裂已久的天地终得复原，仙妖牛粉正彻终结。300年执念守有救真，他终是放下枷锁，释然退阵，漫天金光飘落，是神明最后的恩怨的圆满落幕。我回来了，硝烟散尽，乱世终平，褪去战场的杀伐与沉重，回归烟火日常，历经生死鏖战，最珍贵战结局，却也藏着独属于我的甜蜜危机。大人今天回来晚了吗？看似平和的氛围之下，暗藏满满的生活。一句温柔混吻，一句精准审判，瞬间让我手足无措，无处破险海象。5大美人步步逼近，笑意藏着占有，温柔裹着攻势。堂堂妖王纵横天地，无惧风浪，终究栽在了自家修罗亭之中。万事落幕，宿命终章，不惧神明万军，不遇天地倾覆，这是属于妖王最甜蜜的羁绊。为了先终究宿命万章的风起云中人的宿命中心和安宁，羁绊长存便才刚刚拉开序幕。我们下集再会。